好，观众朋友，上次我们关心到这一起来自于中国大陆南京于朦胧的命案，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进度，我们来为大家更新哦。现在又翻出了一个惊人的转折，真相似乎已经越来越像迷雾般的剧场了。我们赶快来关心，现在在网络上面，因为有许多的说法正在疯传当中，包括当时于朦胧他在生前他出席了一场17人的聚会，名单里面竟然是有导演陈青松，还有神秘的资方代表他是辛弃。那可能传言指出，他就是在这一场聚会当中遭到设局囚禁、殴打、虐待的。那辛弃他是谁呢？其实辛弃在网友这边也做了一个爆料，非常的这个晋升的速度非常的快。2013年的时候，他22岁，成为央企中国电投湖北新能源的大股东。27岁直接一步升天，坐上了董事长，行政级别冲到了副厅级。这么快速的升迁，被怀疑是不是红二代在背后撑腰呢？现在网络上面也有传言说呢，当时于朦胧的上海启蒙的影视文化工作室，其实就是辛弃他当时利用来洗钱的一家空壳公司。但是因为疑似于朦胧好像掌握到了他的洗钱证据，把它存在 U 盘里面，结果惹祸上身，引来杀机了。到底为什么？真的有可能是这一些高层涉入在案子当中吗？大师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这个你要猜测它跟大陆的高层有关系啊，那你要实际的证据，你是猜，因为为什么会猜到高层？就是说他这个案子里有很多疑点，可能很快就被这个消音的感觉，就是说你在网站上各种的讨论就消音了。还有一点，我看很多人猜测，可是这个部分就变成就是说，我就是觉得很多疑点了，看了很多网友的猜测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的遗体很快被火化，这些说实话，这个任何的这些丧事的话，他这个遗体不会那么快火化，因为他遗体本身的有没有这边有人说他受殴打啦，对不对？他还吞了一个 U 盘啊，然后说他又把他 U 盘从肚子里挖出来的话，那你这遗体就可以讲说故事，对不对？遗体说有各种证据在那个身体尸体上，可是遗体很快被火化，这个我就觉得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有疑点了。是为什么这么快？对，你知道一般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说处理过这些丧事的话，遗体要这么快火化是不太容易的。是，那为什么会这么快火化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，要从这里去拨，然后才能够抽丝剥茧。对。好，那李老师呢？好，我跟你讲我有我的看法。我觉得很多事情，这种东西从网站从网络或者一些猜测的人去讲，我们都不能讲答案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经验以及去 make things reasonable 来谈什么合理性呢？这个东西你看一下，这里面有个我觉得很关键人物，就是你讲的叫资方的辛弃。至于有没有红二代撑腰，我觉得不要想太多。富二代绝对是有。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一定接触过这种年轻人。也一定看过这种人，他会有霸气。当然，他不像川普这么霸气，他有霸气，他有钱，而且他年轻。各位去看一下，他22岁就在这里成大股东，表示你有钱。是什么？是中国电投湖北新能源，只要 cover 能源、新能源都是一个能够掌控一定的这个地位的啊。那再来讲，因为他年轻，那时候22岁，结果他才很短的时间，12年后呢，也不过32岁、34岁就当了董事长。我想他可以控制很多东西。那这种所谓的富二代或者知名人物就会混在一起，那他们钱的金流一定有问题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合理的猜疑啦，就是大家传出来有洗钱的东西。我觉得洗钱这敏感可能触法，因此造成他们在里面一定有说你要不要讲什么，要不要讲什么，一吃饭的时候一定会不爽，而且这种霸气有钱人就会凶，就会对他怎样。我觉得他那一天有没有喝酒不管，他一定也受到欺负，也受到打压，或者说你有些东西你不要违背我。我觉得在这时候，他不管是自己喝醉了或怎么样，当然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一定怎么往生，但是这里不宜有他，就是这一群人里面一定有这种金钱的纠葛。那到底这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个时候想到一个人叫萧建华，这个明天系这个萧建华，我曾经在台大做过一次演讲，从明天系萧建华看两岸的政商关系。你知道他当时在北京14岁读北京大学，当时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，同学会会长你应该出来，他不敢出来，躲到图书馆。谁出来了？你知道吴尔开西柴玲还有这个叫做王丹这些人历史系的，为什么推这些人？因为你系学生会躲起来，结果他最出头了，一出来在东关村
跟这个曾庆红他的儿子啊，他们搞就是有红二代嘛。这种富二代、红二代难免会在一起，就电脑就搞这么强，搞到世界巨富，连听说习近平的几个东西都是他管的。因此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就会使我想到，就是大陆很多有钱年轻人就已经赚到这么多，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，在里面一定有所谓的口角冲突，或者你要怎么样不爽所造成的事件。来，干哥。好，那我要举4年前啊，唐山打人事件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唐山的一个老汉城烧烤店。那这些年轻人啊，一部分具有高干子弟的背景，一部分是当地的恶霸。他们在烧烤店里面攻击了4个这个普通的女子，然后把人家打成重伤。这个画面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吧？有印象。这件事情后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总共抓了10几个人，然后分别判刑，然后都入狱去服刑了。但是我只告诉各位，记者不能问。记者要深入报道，要进入唐山的时候，被直接拦下来，不可以进去。其实我在看于朦胧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它可以延烧到现在已经超过2个礼拜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影迷或一般人心中都有一个伤口。有个缺口，那没有办法弥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，他不是 nobody。但是官方在这件事情的作为上面实在太令人失望。我必须要直说，如果真的有辛弃这么一个人物，或者是蔡奇这么一个背后的话，官方有必要说清楚。我再来讲一下专业。你火化那么快，大使刚才说的。那是因为大陆的殡葬文化，其实说句实在话是好事。为什么？3天之内就要火化？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容许遗体摆这么久，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遗体。但这是刑事案件，走到全世界各地，只要是刑事案件，停。为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要鉴识报告。一定要给大家看鉴识报告。对，不管你将成为大国，你就要有最起码的鉴识报告给人家看。DNA 检验是一定的，体内毒物跟酒精的检验的程度，那个浓度的报告是一定要有的。再来，他的指甲里面有没有残留？有残留任何的纤维，或是组织，或是样本。要给大家看，我现在讲的是什么？代表他有没有挣扎，有没有别人的组织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代表说他很有可能跟意外能够可以 match， 不能是官方的一张这个公告就告诉你说他就是这么样往生的，不可以。他妈妈的反应到现在我们没有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受害者或是被害人的家属的反应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这个资深演员田海蓉跟那个导演陈青松2个人因为互相需要不在场证明而发生的一些局语，反而这2个人吵起架来，对，而不是在替于朦胧他怎么死的原因来给大家解释，是大家纷纷推开逃开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怀疑了，你受到什么压力？整个参加饭局的17个人，他受到了什么压力？我们要科学鉴识的报告是最起码的、最基础的。然后呢，你今天当事人到底受到什么压力？我在讲唐山打人事件，记者不能进去问你到底受到什么压力。现在于朦胧这件事情，你到底受到什么压力？当天在场的17个人，不是去解释，反而是互相吵起来。这是让我们看不下去的，所以我今天这边再一次郑重呼吁，官方不能因为这样，这件事情已经短短1天之内10万人联署要真相。其实我老实说，恐怕有上亿人要真相吧。它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，在中国完全进步现代化的过程之中，这件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注脚。我觉得官方需要提出更多证明，而不是下了封口令，因为口是封不住的。
好，谢谢干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